此时，跪倒在地恭候特使大人的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并不知道，眼前一袭黑袍的男人早已不是他们心中以为的特使。按照规定，在发放解药的这一天，所有死士及亲属都要提前在这个数万平米的大厅列队恭候，并且在见到特使的那一刻下跪恭迎。叶晨见这么多人跪倒在地，一时间也被眼前景象所震撼。这个面积足有数万平米、挑高超过10米的地下世界，搭配那些巨大的支撑柱，已经顶部那亮如白昼的照明，使得这个空间本就有一种恢宏的古代宫殿既视感。再加上数千人齐刷刷地跪在眼前，异口同声说同一句话的时候，那回声让整个地下空间都在震颤。叶晨看着这些人，不由皱眉，高声问道：是他们逼着你们跪，还是你们主动要跪的？一句话把所有死士问得面露骇然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特使说出既定台词之外的话。所谓的既定台词，无非就是要大家感谢英主赐解药，大家也要全力以赴为英主效忠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。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，特使更像是一台人肉复读机，每次过来只有2件事，一个是监督骁骑卫给死士发药，另一件事就是重复这些死士根本不会信也根本不会在意的废话。而叶晨忽然之间冷不丁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确实让他们心中一震，搞不懂这个特使大人究竟是怎么了，竟然敢如此说话，甚至还来了一句他们是谁？他们不就是破亲会吗？可是特使本身不也是破亲会的人吗？那他应该说我们，而不是他们啊。就在所有人都想不明白的时候，叶晨又问：你们中的指挥官是谁？站起来说话。第一排最中央一名中年人缓缓站起身来，高声道：属下萨九龄，是这里的负责人。叶晨哼笑一声，问他：回答我刚才的问题，是他们逼着你们跪在这里迎接特使的，还是你们主动要跪的？萨九龄左右看了看，表情有些忐忑地说道：特使大人，我们跪在这里迎接您以及英主赐予的解药，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啊，您为何忽然问出这样的问题？叶晨笑了笑，说道：踢皮球是吧？萨九龄连忙躬身道：属下不敢，属下代表的并非自己，而是身后这3、4千男女老少，所以自然不敢乱说话。叶晨赞许地点了点头，萨九龄看来还是有些聪明的，在不确定自己来头的时候，不把话说得太慢，也不表现得对破亲会过于忠心，反而是把叶晨的问题给定义到了传统上，如此一来，倒也算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叶晨也没过多为难他，而是缓缓脱下自己身上的黑袍，将真面目示于众人。这一举动更是让所有死士及家属们目瞪口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特使的真面目，因为按照破亲会的规定，死士仅能与特定的骁骑卫见面，除此之外，不得与这个组织的其他任何人面对面。究其原因，主要也是因为死士的身份特殊，一旦他们外出，都是去执行重要任务，必须要杜绝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认出任何一个破亲会的成员。所以每一个特使来到这里都一袭黑袍，并且用黑帽遮面。可是这次叶晨却忽然打破了这个一直以来的规矩，这让所有死士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叶晨眼见众人表情骇然，神情慌乱，便淡淡开口道：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并非什么破亲会的特使，真正的特使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。现在所有的骁骑卫都已经宣誓效忠于我，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对抗整个破亲会，所以我来这里想问一问你们，愿不愿意和他们一样，与我一起并肩战斗？叶晨此话一出，全场顿时一片哗然，谁都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令人意想不到。而萨九龄在震惊之余，却忍不住开口道：这位先生，若您所言属实，那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活不过今天了。就算您从真正的特使那里拿到了解药，也只能让我们多活1个星期。
我们就算想与您一起并肩战斗，恐怕也是力不从心。萨九龄的话让所有正处在震惊中的死士们一时间颓然无比。所有人都知道萨九龄说的没错，一旦没有了解药，他们很快就会毒发身亡。就算他们想与破亲会决一死战，恐怕也根本等不到阵前杀敌的那一天。叶晨此时看着萨九龄以及一众死士，好奇地问道：你们愿意生生世世被破亲会控制，还是愿意与他们拼死一搏？萨九龄脱口道：我们自然愿意拼死一搏，只是我们哪有这样的机会？数百年来，死士都被组织牢牢控制，先不说数百年的居住地都堪比天牢，单是体内的剧毒就注定我们根本无法反抗。别说反抗破亲会，我们甚至连反抗萧齐卫，从这里逃出去的能力都没有。叶晨笑了笑，朗声问道：如果我能彻底解了你们体内的毒，你们愿不愿意与他们死磕到底？萨九龄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先生若真能解了我们体内的毒，萨九龄愿一生追随先生，为先生效犬马之劳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环视一周，又问道：其他人呢？你们愿意吗？一众人一时间有些面面相觑。如果叶晨所言非虚，他们自然是愿意的。可是此时的他们却不敢相信叶晨说的这个如果，因为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都在试图对抗体内的剧毒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。在死士心目中，剧毒就像是一生无法挣脱的无形枷锁，它对自己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，根本没有能力与之对抗，也更不能奢望它能够彻底消失。所以大家面对叶晨此时的豪言壮语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这时有人在下面低声说道：这会不会是组织用来测试我们中心的计谋？这话一出，其他人也都纷纷附和，开始在下面低声议论起来。就连萨九龄听到这话，神情也不由一凛，他也有些区分不出叶晨究竟是敌是友。叶晨这时拿出一颗解药，看着萨九龄淡淡道：既然你最先表态，那就由你来给他们做个榜样吧。说罢，他将解药丢向萨九龄，高声道：服下这颗解药，就能彻底解除你体内的剧毒，够不够胆识一试，你自己决定。萨九龄伸手抓住丢来的解药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先生应该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找到这里来的外人，仅凭这一点，我萨九龄相信先生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立刻将解药放入口中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